离开了圣诞老人的故乡罗瓦涅米之后，我们驱车前往芬兰的最高峰海蒂山。这个海蒂山的徒步的起点，这一个牌子显示还有6公里就可以到了。这个气温呢，大概在7度到8度，现在已经是夏季了。从这个门进入，然后就开始了徒步。这个就是徒步的这个第一个小山，然后能够看到那个路上的路线。小家伙在前面跑得很欢畅。在攀登的路上呢，可以看到很多这种石头堆成的路标。想办法自己上来。看看能从脚就能下来。抬住，抬住，漂亮。看他们的鹿角是一样的。哇哦，还有晃动的大石头。一些石头撑住，好的，都跟着我身后。挑一个颜色，哪一个？我要绿色的，我喜欢绿色。妈妈来等我啊！走，小家伙今天在这个碎石滩得走10多公里，还不容易。这个7月份，山上的雪还没有化。鸭和尚，我们已经到了这个芬兰的最高峰，然后它这个台子的边上呢有一个小的箱子 ，Visitors Book， 这是一个记录箱。写一个我们国家吧。这个是海蒂山脉在芬兰境内的最高峰，然后那边的话其实是海蒂的更高的是挪威的地方。在山顶也有其他的父母带着小朋友，以这个越野跑的方式跑到山顶上。小朋友在下山的路上活力还很十足。傍晚时分，我们还没下山，但是景色很漂亮。没想到小朋友就是这么陡的石头，其实我也觉得挺陡的，往返接近14公里，他都走下来了，那也挺不错的。你看到漫山遍野都是这种大石头，非常不好走。芬兰最高峰的攀登结束，小羊在夕阳西下吃着草，好悠闲的生活呀！看一看挪威的超市的物价，那可乐的话是20.9，那相当于人民币的话应该是14块钱左右。我已经不行了，睡着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在挪威的峡湾自驾游。把你的小 Linux 拿开。随便找一个观景台停车就能看到很漂亮的风景。这个是当地人就在这儿烤火，在这个漂亮的小河边上，海边的小的村镇、小镇子，很安逸。能看到里面好多好多小鱼，好清晰啊！还可以看看远处的雪山。开船到对面，然后滑那些从来没有人去过的那种小山，像这样很适合这个登山滑雪。我们今天要前往的叫 Sarifusson 的一个瀑布，1公里就到了。我们往上走一走。在这边山里走的时候，就让我想起以前曾经喜欢的一个游戏，叫做 Fire Watcher， 就是
看火人》，讲述的是美国俄勒冈州的那些在瞭望塔上去监测火灾的那些人的故事。然后每一个瞭望塔跟瞭望塔之间距离很远，他们独自生活在荒野，感觉那样与世隔绝的生活应该挺好玩的，挺适合一部分人吧。在路边可以看到一些已经熟了的蓝莓。还挺好吃的。这是上面。哈哈，我们走路1公里左右抵达了瀑布。这个瀑布下面这地儿倒是非常陡，我们抱着树看一眼。在路上看到了一个很漂亮的岩石，有点像那个 Ye Captain， 非常陡峭，非常垂直。其实看看这边的挪威的岩壁资源还是挺丰富的。峡湾真的好漂亮，就一路看来，虽然觉得有点审美疲劳了，但还是觉得特别美。真的会想，哇，以后可以来这边生活，会觉得很舒服。在挪威不小心又买到了这个甘草味的冰激凌，感觉像在吃纸壳糖浆一样。前面还有啊，前面还有挡路的啊。哎，今天从那个挪威的峡湾一直往北开，开到了欧洲大陆的最北点，叫北角。真的非常惊叹于挪威的这个美丽的景色。到今天为止，我去过很多的地方，但在我看到的所有景色中，挪威是最美的。傍晚时分，我们抵达了北角附近的露营地。这条美丽的公路也吸引了无数欧洲的骑行、摩旅、自驾爱好者，就像我们国内的318国道一样，你可以遇到欧洲各国的人。这里的营地还可以提供住宿、厨房、卫浴等基础设施。夏天这里也是极昼区域，所以没有黑暗的时光。